母亲的爱。19岁那年，我因过失伤人被判了6年。第1年的冬天，我收到了母亲寄来的毛衣和一封信，信上只有短短2行字：孩子，好好改造，你依旧会成为妈妈的骄傲。看到信那一刻，一向要强的我泣不成声。往后的几年，母亲从未来看过我，但每个冬天依旧会收到一件毛衣和书信。努力改造的我，终于在第5年时被提前释放了。当我兴奋地回到家中时，只看到一片狼藉，显然这里已经很久没住过人了。我找到了邻居，问我妈呢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孩子，在你进去第2年，你妈就走了。不可能，我每年都收到了妈妈寄来的毛衣和信。无奈的邻居只好带我到了母亲的坟前。我呆呆地站在一旁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当年为了赔偿被你伤到的家属，第2年你妈就去了很远的一个爆竹厂做工，她怕离你太远，又担心你，所以你收到的信和毛衣逝去之前，她托付我们寄的。结果没多久，厂里就失火了，你妈妈也不幸遇难了。我听后跪地痛哭了起来，自责道：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孝。没多久，我把家里的房子卖了，只身一人出门闯荡。一晃过去了5年，我经营了一家饭馆，也娶妻生子了。那天，突然来了一个面带伤疤的卖菜老人，他不会说话，指着一旁的蔬菜不停地比划。他应该是想让我买下这些蔬菜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看着面前的这个老人，我突然想起了逝去多年的母亲，我直接买下了老人的蔬菜。第2天，老人早早地来到饭馆，手里拿着一筐蔬菜，大概意思是问还需不需要提供蔬菜。老人的菜很新鲜，我没有犹豫，就这样全部买下。从那之后，每天我除了给老人菜钱，还会额外为他做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。时间又过了3年，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在门口等着老人送菜，可从那天开始，我就从未见过那个老人。在临近过年的时候，我与妻子商量，决定去老人家里看望一下，感谢他这么久的付出。在我的四处询问，才得知老人的住处。他住的地方十分简陋，破烂的房子门是半开的。我敲了下门，见没有人答应，便推门进去了。当一进门，我就看见骨瘦如柴的老人躺在床上。看见我的到来，他想起身，却又没有力气。我仔细打量着屋内的一切，当看到墙上的几张照片时，我瞬间呆住了。这正是我小时候和母亲的合影。我语无伦次地向老人询问：您怎么会有我和我妈妈的照片？老人泪流满面地说道：儿啊，我就是你妈妈了。我愣住了，这声音太熟悉了，没想为我送了几年菜的老人竟是自己的母亲。我跪下不停地呼喊着：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母亲回复道：当年我进了爆竹厂，却不巧赶上了厂里着火，我虽活了下来，但却毁容了。看着家里那么穷，你又犯了错，我怕你出来不争气，才交代邻居这么说的。看着你这几年开了饭馆，也娶了媳妇，看到你好，我也放心了。我不想打扰你的生活，所以装成了哑巴。我一把抱住了母亲，跪在床前泣不成声。当我准备好好尽孝的时候，没想到却收到了一份病危通知书。谢谢观看。